刚从网络上知道脆皮大学生这个词时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直到开学1周后，我在学校食堂被一个体育生送进医院，当场社死。A 大第30堂。A 大作为全国有名的大学，最出圈的莫过于便宜又好吃的第30堂。而且由于第30堂紧邻着 A 大体育馆，所以你能在第30堂看到 A 大所有的健壮体育生。比如排在我前面这位，结实的肌肉，宽阔的肩膀到3角的腰身，身高起码1.9米。虽然看不到脸，但是以旁边学姐学妹脸红偷瞄的趋势，肯定差不了。我焦急的跟着队伍前进，弯着腰，小心的从前面体育生手臂的空隙往前观察，就怕谁一个不注意，把我最爱吃的糖醋小排全打了。总算排到前面的体育生了，他声音低沉，糖醋小排。这个还有这个，他体型大，点的有点多，我焦急又无聊的低下头。刚巧看到鞋带开了，第30堂人太多，几乎是人挤人模式。他被踩到鞋带摔倒，我弯腰去系鞋带。刚巧前面的体育生端着餐盘回过头，他的手肘和我的头砰的一声碰到了一起，随后我眨了眨眼睛，只说了一个字：靠！就感到头上一痛，两眼一翻摔倒在地，恍恍惚惚间听到有人说话。一道暴躁的男声在我头上响起，带着慌张的骂了一句：马德，碰死老子是吧？喂，你怎么回事？小腿被人轻轻用力踢了一下，我的头昏昏沉沉，无法理会。周围有细细碎碎的讨论声，像是念了紧箍咒一般，让我的头更疼了。意识的最后，一双滚烫的手将我抱起，我费尽力气把眼睛撑起到缝隙，只看到了一张红润的唇，开开合合，似乎在喊我。我一个昏迷不醒去了医院，学校论坛当场炸了锅。学校论坛上，我曹，咱们周爷练过吧？我在现场。他的胳膊和那小子就碰了一下，当场怕了。我也在现场，绝对没有任何力度，我替周爷保证。严重怀疑周爷是神秘门派的继承人，下山是来历练。总之一句话，新生入学封神了。体育生手机疯狂震动的同时，我正坐在床上，睁着眼睛和他大眼瞪小眼。高大的男生顶着圆寸，眉眼锋利，一股子不羁的硬汉风。我的头昏昏沉沉的，有些恶心，看了看四周，小心的发出提问：这是哪里？我怎么感觉有点恶心？男生气急反笑，高大的身子弯腰下来，脸与我贴得很近，声音有些咬牙切齿：忘了。瞄了眼他的体格，对比了下我自己的，有些怂，乖乖点头。然后就看男生抬起了胳膊对着我，然后唇角带着笑容，笑容却没到达眼底。我在食堂打饭，手肘撞到了你的头，你脑震荡了，虾米！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的喊出声：怎么可能？我1.78米的壮汉，怎么可能碰一下就脑震荡了？男生站直，坐着看像是一堵墙，眼神嘲笑的从头扫到我被子下的脚，嗤笑出声：你壮汉！想给自己争辩一下，对比了下，没敢反驳，低声嘟嚷了一句：跟你比当然算不上了。男生嫌弃的瞥了我一眼，弯腰把我的鞋子放到脚下，皱着眉：医生说不是特别严重，让回学校休息就行。我乖乖坐在床边，男生蹲在地上，一手拿着鞋，一手摸上了我的脚，吓了我一跳，立马缩回来，声调都高了：你干嘛？男生咬了咬牙，声音冷得跟冰块似的：给你穿鞋啊？怕我给你脚脖子掐折吗？他真的很凶啊。若姬不敢反驳，只好小声避避：我可以自己穿。温热的大手一把掐住我的脚腕，拽到眼前，塞到鞋里，系上鞋带，站起身，从上往下看着我，嘲弄一笑：医生说要少让你动。我特低的连我老子都没伺候过，然后往前走去开门，回过头
走吧，公主殿下，我脸朝一下红了。谁特为的正经人叫男生公主殿下？你难道就没有羞耻心？回宿舍的路上，男生站在我身边，手里啪啪啪的拿着手机打字。不一会，对面过来一个男生，一看到我们俩眼睛一亮，立马凑过来。我操，周爷你和公主殿下回来了？我一愣，脑震荡的脑子一片混沌，叫我什么玩意？周爷弯唇一下，推了他一下，玩去，还得护送公主殿下回呢。到了宿舍，我在前面打开门，把门堵住，看向周爷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然后周爷直接贴着我从门口挤进来了，把包往床下的椅子上一丢。我也住这个宿舍，眼睛眨了眨，原来我那个体育系开学就被带出去训练的室友周爷，就是周爷，世界也太小了吧。晚上拿着换洗的衣服，慢吞吞的往浴室走。刚进来就看浴室的门猛地被推开，周野大咧咧的光着上身，穿着四角内裤就走了进来。饱满的胸肌，块状分明的腹肌，然后是鼓鼓囊囊的那里。马德，人跟人不能比啊！我抱着浴巾遮住刚脱了上衣的自己，有些怕怕。周野，你进来干嘛？他很奇怪的看了我一眼，拿起一旁的澡巾，眼神放肆的从我胸前扫到腿上，坏笑一声道：都是大男人怕什么的？你不会是女孩子吧？说着伸手就要来扯我胸前抱着的浴巾，我赶紧伸手把他的手打掉，动作有点大，就感觉头一昏，随后被周野扶住。都说了让你消停点，这么不老实呢。说着把我的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自己拿着花洒调试热水的温度。我有些懵，就见周野伸手扯我裤子。你干嘛？周野站直，居高临下看着我，凑近了学我说话。我帮你洗澡。我不用你，我自己可以。不行，明天要军训了，你本来应该蹲在医院的。你要不听话，我就给你送回去。他眼睛一眯，半开玩笑半威胁。裤子脱了，我定定的看了他好半天，见他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只好红着脸转过去，缓缓的把裤子脱了。刚脱完，就感觉屁股被狠狠的拍了一下，吓得我立马回头，一脸震惊的看着周野，就见1.9米多的壮汉舔着嘴唇，一脸自然的说了句耍流氓的话，还挺白，跟小姑娘似的。我瞳孔放大，顾不上头昏昏沉沉的，红着脸甩着浴巾就照着他脸打过去，直接把人打出了浴室。我靠着门喘着气，打完人又有些后悔了，主要是怕周野揍我，他太壮了。不想周野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敲了敲门，声音带笑的提醒动作别太大，擦擦得了，注意地上的水，别摔着脑袋，有事就喊我。周野这人混不吝的，但是确实是个好人，还十分仗义。当然这是我10分钟之前对他的评价，现在嘛，如果我能打过他，我已经按着他拼命了。我坐在宿舍的椅子上，看着学校论坛上周野顶着实名在那里和人侃大山。校园论坛爷回来了，周野随便在论坛发了一句话，人气超高的他，瞬间底下的楼层过百。周野躺在床上敲着腿，在底下挑着回复练个屁，你们几个明天训练场见，少一圈给你大牙打掉。底下一片哈哈哈的笑声。随后有个叫我欲登天的 ID 问了一句，我听老韩说小新生被你一手肘碰脑震荡了，这特么是豆腐做的？周野，屁的豆腐，这叫豌豆公主。随后班级群里一阵聊天消息弹出，许多同学艾特我，喊我豌豆公主。我低头看着手机，只感觉眼前一片重影，全是我大学4年被人喊豌豆公主外号的社死场景。攥紧手机，真的好想暗杀周野啊，可是我特地打不过呀。我正在脑子里胖揍周野100遍的时候，周野悄无声息的走到我身后，探头看向了我的手机。哟，看哥哥发言呢，豌豆公主。我扭头去辩解，他贴的有点近，
鼻子擦过他的下巴，撞得我鼻子有点酸。我不是豌豆公主，鼻子带动着眼泪，我抬头解释，有些忍不住的滴了2滴下来。周野迅速站起，往后迈了2大步，伸手捂着胸口，皱着眉看着我，一抹红从脸颊延伸到耳后。他动作很大，很突兀，带着些惊恐的看着我。曹，你他妈哭什么？说完了，还低着头嘟嚷了一句什么，好像说什么勾引什么的。我刚想解释，鼻子被撞到了，就看周野跟犯病了一样，2步窜上床，掀开被子钻了进去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简直莫名其妙。周野这人就还好的挺奇怪的。我在大成了名人，不是因为成绩，不是因为长相，不是因为家世，而是因为我特为的被周野一胳膊肘送了个脑震荡。最开始我以为我只是社死，后来我发现我在 A 大的大学4年都已经没有了择偶权。早上和周野往操场去的路上，不管男男女女，只要看到我，就是一顿是他，就是他豌豆公主，一碰就倒了。脑震荡，我浑身僵硬地，机械性的跟在周野旁边，甚至想把自己藏起来。周野大掌一挥，拍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安慰道：没事，谁大学没几个外号的，4年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哭丧着脸，一点都不感激他，安慰的挺好，下次不要安慰了。外号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哪个178的壮汉会希望自己的外号是豌豆公主啊？军训，大家都站成一排，只有我穿着迷彩服，拿着请假条，被教官安排站在树下。9月份的天还是有些热的，我就坐在树下，百无聊赖的坐着。周野送我过来后就回去训练了，他是大2，按理说我不该和他一个宿舍的。报道那天我来的比较晚，同一个系的宿舍被分完了，正好周野他们宿舍还有个位置，就被塞进来了。另外2名室友，一个是金融系的大2学长，家世不错，常年不在宿舍；另一个是和周野一样的体育生，开学头几天还在宿舍。周野回来的前一天被安排出去训练了，看他们训练了一上午，教练刚说完解散，我就被一群姑娘一窝蜂的围住了。我脸有点红，长这么大第一次和这么多女孩子近距离接触，然后一开口我就后悔了。豌豆公主，你和周野一个宿舍，能不能加个好友，推个名片啊？同推，同推。周野可太帅了，他有没有女朋友？他们一人一句，把我问的头都大了。不远处的周野看到我被围着，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，喊了声我的名字，乔西。我见到周野，眼睛一亮，救星啊！立马屁颠屁颠的跑过去。你来找我？周野没有正面回话，眼睛瞥了眼那群女孩子，意味深长的说：人气挺高啊。小同学，我脸一红，我都丧失择偶权了，哪有什么人气？不是找我的，是听说我和你一个宿舍，找你的，你要不过去？男人随意点了点头，抬步往第3食堂走，没说什么，但是感觉好像心情挺好。走了，小公主，一会儿糖醋小排没了。我一想到糖醋小排，不自觉咽了下口水，赶紧小碎步跟了上去。择偶权没了不重要，糖醋小排比较重要。第3食堂的糖醋小排队伍依旧很长，我和周野一前一后排在队伍里。本来是周野在前面，我刚在周野身后站好，就见他浑身一个机灵的，提溜着我的脖领子，把我拎到了身前。咋了？我一脸莫名的抬头问他，他抽了抽嘴角，我怕我一个不注意，再给你送医院去。附近离得近的同学听到周野这句话，立马笑出声，给我笑得满脸通红，转过身去不再说话。然后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窗口的糖醋小排只剩下一份多一点的量，打菜的阿姨看到我眼前一亮，热情的把糖醋小排都塞到了我的餐盘上。同学，昨天那个脑震荡的是你吧？哎，
多吃点啊，下次来阿姨再给你多打点。我硬着头皮，红着脸，顶着周野的怒气点了点头，接受了阿姨的好意。端着的餐盘有点满，我小心的走着，既怕走快了头晕，又怕我的糖醋小排掉了。周野打完菜，快速的找了个位置，然后走过来接过我的餐盘，站在餐桌前看我，看啥？过来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周野的眼睛都要定在我的餐盘里了，实在受不住了，把餐盘往前推了推。太多了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一起吧。周野看了眼小排，咬着下唇看了眼我，我朝他和气的笑了下，就见他伸手不自在的挠了挠头，大概是食堂太热，耳朵都红透了，自言自语的小声说了一句：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不是女孩子？吃，多吃点，省着下次我不在，你又被别人撞到脑震荡。周野把餐盘又推了回来，还给我加了个炸鸡腿。我无语的看着鸡腿，都说了是意外，谁家好人天天被人撞脑震荡啊？我发现了周野这人好像应了那句老话，光长个子不长脑子，看着人高马大的，其实脑子不太好。叫了我豌豆公主，就真的把我当豌豆公主了。天天早上去买早餐，然后吃完了送我去操场，见我坐在树下，还跟宿管阿姨给我借了个小马扎坐。中午训练完也不洗个澡，就带着一身汗的跑来操场接我去食堂。这还算正常，毕竟舍友嘛，一起行动也没什么的。但是周野他特为的会给我穿鞋、拿外套、带伞，我只要一出门，他就要立马跟上。就连我那天半夜上厕所，我刚被尿憋醒，从梯子爬下来，刚站到地上，就听周野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半夜不睡觉，妈呢？吓了我一跳。上厕所。周野攥着手机照亮，接着也爬了下来，揉着眼睛朝我一仰头：走，上厕所，怕把别的舍友吵醒。我点了点头，接着跟周野往厕所走。周野今天白天的训练强度很大，一向精神的人，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有些蔫了。我站在马桶前，看着周野倚在厕所门上，似乎没有动的意思。周野，我上厕所。你挡住门了。他捏了捏自己的鼻梁，试图让自己更清醒一点，转身站在门口，把门关上了。我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周野靠在墙上，似乎已经睡过去了。周野醒着的时候总是一脸坏笑，棱角分明的给人一种十分不好惹的感觉，可睡着了却看起来就还挺安静的。我正想得出神，就见面前的周野眼睛突然睁开，四目相对，把我抓了个正着。哥好看吧？看入迷了，可能是没睡醒的关系，周野的声音比平时多了一丝沙哑。趁着厕所发出灯光，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暧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的脸莫名有些烫。我上完厕所了，你去吧。周野点头，哦了一声，就往床的方向走。你不去上厕所了？不去。那你下来干什么？陪你的呀，刚才不是怕黑，被吓得声音都抖。咱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是被你突然出声吓得声音发抖呢？又过了几天，周野陪我去医院复查，医生点头说了没事，周野反倒是看起来比我还松了口气。周野这段时间对我照顾的太周到，让人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我晚上拉着周野来到校外的火锅店，请你吃火锅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周野用舌头顶了顶腮帮子，看我的目光有些肆意。这么喜欢哥哥，他说的暧昧，已经习惯他的德性的我，干脆无视他的骚话。见我不理他，没趣的周野拿出手机上了学校论坛，没2分钟，突然把手机举到我脸上，贴得很近的问：你认识？被他问懵了，顺着他不爽的表情看向手机，手机里面是表白墙。强，豌豆，公主的睫毛好长啊，上次看到她站在树下懵懵懂懂的样子，
真的好可爱啊！请问他会喜欢王子吗？王子，所以说是男生和我表白。我有些不敢相信的回头看周野，他的脸黑得要命，看手机的眼神恨不得把人揪出来打死。你生气了？可他是跟我表白耶！我有些不解。周野没说话，正好服务员把锅底端了过来，话题就结束在这里。直到吃完火锅回宿舍的路上，周野拽着脸，就连刚才吃火锅也一直这副表情。周野，你看起来心情很不爽。周野掀起眼皮，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又舔了舔虎牙。你喜欢男人的变态，远点。周野语气的厌恶不似作假，我有些懵，随后呆呆的点了点头。回去的路上，胸口有些闷。原来周野是领服派的直男。可一，我喜欢男生啊。早上被闹钟吵醒，我光着脚踩着梯子下来，刚要踩着拖鞋去洗漱，就见周野拎着早餐走了进来。他的视线往下随意一扫，突然眉头皱起，然后在另外一个室友的眼皮子底下，一手拎着早餐，一手环住我的腰，将我拎起来放到了一旁的椅子上。我操，周若你这臂力真牛啊！周也点了点头，这么早出去？队里晨练走了周卷乔西。好，周也跟室友说完话，抬起手从我床上把袜子掏了出来，弯腰蹲在地上，滚烫的大手握住了我的脚腕，我下意识往后缩了一下，被他捏得更紧。躲什么？袜子也不穿，着凉怎么办？语气随意，头也不抬的认真给我穿袜子。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，脸也开始滚烫。可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昨天周野带着厌恶的表情。我突然抬起手，按住周野给我穿第二只袜子的手。他疑惑的看向我，看着他眼睛的一瞬间，到了嘴边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我脑震荡好了，周野，你不用因为自责，继续对我这么好了。周野听到我的话，偏的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眉头皱的能夹死苍蝇。你以为我照顾你是因为把你撞脑震荡？自责？他的目光仿佛一面镜子，让我下意识躲闪，却被他掐着下巴，被迫抬头和他对视。乔西，说话。又或许因为你人好，我磕磕巴巴的说完，周野的表情难看的想打人，弯腰低头贴得我很近，一字一句地道：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照顾我？我们才认识1个多星期。我磕巴着鼓起勇气。周野被我一问，本来带着怒气的眼神突然愣了一瞬，然后脱口而出：我照顾你，还不是因为你是豌豆公主。太弱鸡了，我不照顾你。你被迫抬着头的我，酸涩的眼泪终究没忍住。周野，可我不想被人当成弱鸡照顾。我是个男生。握住下巴的手缓缓松开。周野的表情有些无措，眼神躲闪，想伸手给我擦眼泪，被我躲开。他站在原地看了我半晌，落寞的拿起包和外套往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停了下脚步。我买了你爱吃的30糖的包子，你记得趁热吃。泪水滴在腿上，我弯腰捡起地上的袜子自己穿上。出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眼桌子上的包子，没有动。接下来的1周，周野还是会给我买早餐，但我没再接受过。只要是他在，我就缩在床上布帘后面，拒绝和他交谈，也拒绝不受控制的喜欢。周3刚进大教室，就觉得教室里的同学看我的眼神不对。这节课的老师很受欢迎，前排的位置都被占了，后边的也基本上满了。我正在看哪里还有座位，突然见中间一排位置最好的座位上有个长相阳光的男生，伸着手朝我猛招，特别热情。同学，这边有位置。教室里的同学低低的笑，然后看着我，像是在等我的反应。有些无措的走过去。座位的椅子上罩着一件黑外套，我还犹豫着，
就见那个男生伸手把外套直接扯走，套在了身上。本来给朋友站的，他发短信肚子疼来不了。男生元气十足，飞快的解释，就是感觉性格有点奇怪。毕竟朋友生病意还这么开心的，可真的不多见。谢谢你，我朝他道谢，他却突然脸色一红，连连摆手，别客气。那个，我叫林泽。你好，我叫乔西。连上了2节课，中午放学，林泽很自然的跟我互换了微信，还相约一起去吃午饭。说到吃饭，我心心念念着第30堂的糖醋小排，就像念着周也一样。乔西，乔西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我问你去20堂行不？今天有红烧排骨，不比你常吃的糖醋小排差哦。林泽弯着腰，眉眼皎洁，活泼灵动，不禁把我给逗笑了。你说的这么好吃，那真的要尝一下。糖醋小排好吃，可糖醋小排没买到，偶尔也该尝尝别的菜才是。林泽是个性格很好的男生，吃饭的途中，有个偶然认识的学姐给我发了微信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表白墙的截图。强强，豌豆公主真的好可爱，王子今天躲过恶龙，骗到公主了。下面贴着一张照片，里面是我正排队买红烧排骨，被林泽叫了名字，回头朝他笑了笑的照片。愣了一瞬，我抬头看向林泽，想问他表白墙的事，就见他举着表白墙页面朝我晃了晃手机，坏笑着眨了眨眼睛。我脸突然有些红，知道自己喜欢男生是从青春期开始的，可这还是第一次有男生这么明晃晃的表示喜欢我。远远的看到食堂大门，气势汹汹的走过来一个人，仔细一看是穿着运动服的周也。他紧紧的绷直唇角，眼神凶恶，从大门一眼就看到了我，随后视线转到桌对面林泽的身上，走过来，双手恶狠狠的拽住林泽的领口。我说没说过让你离他远点？周也的声音里带着怒气，我以为在说我，刚要解释，就听林泽嘲讽的出声，怎么真把自己当恶龙了？公主喜欢跟谁在一起都管，你凭什么？周也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怒极反笑，用舌头顶了下腮边。乔西他不喜欢你。你怎么知道乔西不喜欢我？他不喜欢男的。周也用力的拽着林泽的领口，将他从椅子上拉起，眼神带着杀气。林泽不是弱不禁风的体型，可在壮硕的周也面前，还是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。周也，你松开他！你别扯他！我用力的拽着周也的胳膊，试图把林泽救出来。旁边有几个同学也怕真的打起来，也过来帮忙拉着周也。可周也纹丝不动的，一点也不肯松开。周也，我带着怒气大声喊他，他把目光投向我，语气里带着些许委屈。我不是让你离喜欢男人的变态远点。心脏猛地一痛，我当着周也的面一字一句，语气平稳坚定的告诉他，周也，我也是喜欢男人的变态，所以如果你怕我对你动心，请你也离我远点。周也的目光瞬间松散，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，心脏再次被狠狠刺痛。他拽着林泽的手松了，我刚松了口气，想去伸手扶林泽，就被周也的大手一把握住，拽着我转身就往外走。周也，周也！他拽着我，将我带到20堂旁边的小树林，一言不发的紧紧的盯着我，眼里带着我说不出的暗流。刚才我要说的都说清楚了，我走了，我要走，却被周也拽住手腕，再次拉了回来。忍着烦躁，回头想问他到底要干什么，一回头就看见周也落寞的眼神，像是被雨水打湿的大狗。所以你这1星期不理我，就是因为我说喜欢男人的是变态？我眼睛一酸，有些委屈的想哭。你恐同，我喜欢同性，你接受不了，我们保持距离就好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而且周也，我是人，我不是变态。我喜欢一个人，
可能是喜欢他的脸，喜欢他的性格，喜欢他对我好，是要我喜欢才行，不是你想象中的。任何一个男人都行。周野的手攥得很紧，可接下来他的话让我彻底傻了眼。所以你喜欢林莹？他眼圈泛红，语气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。我看着这个傻子，真的是又难过的想哭，又被他气得想笑。周野，你是傻子吗？你是怎么考上 A 大的？靠你的猪脑子吗？你到底在听什么呀？他眨了眨眼睛，凑近我，可怜巴巴的解释：我是体育生。滚啊！短时间内我不想再跟周野有任何交流，再这样下去我怕我短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周野跟着护崽子的大狼狗一样紧迫盯人，但凡除了他训练的时间，我有2分钟不在他的视线内，就开始手机夺命连环call。乔西西，我找不到你了。乔西西，你是不是去见林泽了？乔西西，回话。再不回话，我去问林泽。我暴躁的提上裤子，推开厕所隔间的门，随便洗了把手就出来了。一出门就看到周野正冷着脸，眼带杀气的要往大门去，上前一把拉住他：你干嘛去？一见到我，他的脸色仿佛变脸一样，立刻转情，可怜巴巴的向我诉委屈：我找不到你了。周野，我弱弱的叫了声他的名字，伸手捏了捏鼻梁，缓解下心情。我喜欢男人，林泽也喜欢男人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了，那也很正，不行。周野毫不犹豫的直接否定，抿着唇生气了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直接问他，心里带着说不出来的期许，可周野紧咬着下唇，沉默了好半晌。反正就是不行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他的眼神有些难掩的失望。周野，你人挺好的，我愿意跟你做朋友，可我喜欢男人，就算现在不是林泽，以后也会是张泽、王泽的。我总不能因为和你做朋友，这辈子都不交男朋友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就可以。周野脱口而出，眉宇间全是烦躁。那你以后不结婚了吗？万一遇到喜欢的女孩子呢？我低着头，不想面对周野的眼睛。乔西，你不和男生在一起，我也可以不和女生在一起。我们在一起不行吗？我苦笑一下，抬头望着周野。那我们以什么身份在一起？朋友、兄弟，又或是兄弟不行吗？他眼含朗带看着我。我摇了摇头，兄弟是没有办法一辈子的。我转身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周野皱着眉头跟在身后。周身都是火药味，有路过的同学都躲着他，生怕一不小心惹到这个煞神。上课时又碰到林泽，他好像上次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，对我高举着手大力的晃动。送我来上课的周野嘴唇一抿就要上前，被我一把拉住。你该去训练了。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，骂了声曹，转身大步流星，烦躁的离开了。下了课，林泽邀请我去第2食堂吃饭，结果刚出了门口，就见到周野大拉拉的往门口一杵，活像谁是欠了他钱似的。林泽看向我，眼神带着笑，突然凑近我的脸，小声道：恶龙看起来好凶啊，想知道他喜欢你吗？他话说的突然，我正愣的侧头去看他，就见他猛地贴脸过来。我下意识躲了一下，唇躲开了，脸颊还是被轻轻的亲了一下。看着一切的周野直接冲了过来，一拳打向林泽的脸，直接将他掀翻在地。我反应过来，立刻从后面抱住周野的腰。周野，老子告没告诉你，特么的离乔西远点。林泽躺在地上，却丝毫不怕的抬起头，笑嘻嘻的对周野道：周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只对乔西一个人占有欲这么强？你说让他离喜欢男人的变态远点，你难道不是喜欢男人的变态？周野挣扎的动作停住，看向林泽的目光要吃人。我不喜欢男的，
林泽嘲弄一笑，看了难过的我一眼，大声的问周野：“那你敢说你不喜欢乔西吗？乔西也是男孩子。”我喜欢他，会对他有欲望。你呢？你没有吗？周野握住我小臂的手收紧，喉结微微滚动了下。他突然轻笑一声，顶了顶腮边。不管乔西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，他喜欢的只能是我。再次被拽着走了。临走时，我回头看地上的林泽，他坐在地板上，眼神落寞。校园表白墙上只孤零零的留下一句：公主被恶龙抢走了，王子没有阻止。因为公主喜欢他，下午的宿舍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和周野两个人。周野坐在宿舍里的凳子上，一直沉默不语。我站在宿舍门口，有些不安，又有些想问周野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单纯的反驳林泽，顺口说出来的？半晌，周野抬起头，朝我走过来，将我完全笼罩在他的阴影下。乔西，你摸摸，这里好痛。他拉着我的手按在胸口，心脏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。想把手收回，被他按得更紧。乔西，如果你喜欢男生，喜欢我吧。我这几天去查了，被男孩子喜欢的男孩子里面，体育生最受欢迎了。我长得也可以，家世也不错，体力当然是最好的。从刚才开始，我的脑子就像是锤糊，但是为什么你要重点提一下体力啊？我肯定比那个林泽强的。你看他弱鸡的样子，我伸手推他，却被他低头吻了上来，阻止我继续开口。亲完了还不要脸地，一脸流氓样的评价了一句：真特么甜。乔西西，再来一次吧。我被按在门边，反反复复的被亲，脖子终于负荷不住了。在发出咔的一声后，彻底不敢动了。然后在周野惊恐的眼神里，被他耻辱的用公主抱到了医院。在校园论坛里再次成了传奇。今天大教室里看了一场大戏，我在现场啊。设计系的林泽亲了豌豆公主乔西，咱们周爷一拳将人打倒在地。兄弟们，最新消息，本人亲眼所见，周爷把乔公主带回宿舍，不到1个小时，公主抱乔公主去了医院。什么？以我周爷的体力，就1个小时？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周爷太那个什么雄伟了？乔公主又受伤了，见过，可怕。我带着白色的颈托走进校园时，附近的学生用一种吃瓜的眼神看向我。急，一碰就碎。脑震荡的豌豆公主后，我又多了个接吻扭到脖子的传奇故事。周也跟在旁边小心翼翼，我还以为他老实了，结果一看校园论坛，周也，老子脱单了，结果最后一张刚发完，立马被删掉。周若怎么回事？怎么删除了？还没看完。周也回复：狗崽子，我自己还特么没看够，想看自己找个媳妇去。哈哈哈哈！周爷跟各户崽子的老母鸡一样，我一把掀开帘子瞪向周野，就见他眼睛一亮，立马坐起来问：老婆，怎么了？要喝水还是拿东西？谁是你老婆啊？我答应你了吗？你就在论坛上造谣。周野坏笑一下，舔着唇角，刚认识那股子混不吝的架势又回来了。亲都亲过了，不想给哥哥负责了呀？我脸红的发烫，就听另一个补的室友啪的掀开被子，拉开帘子。咱就是说谈恋爱可以，这还有个大活人呢。你们稍微把我当个人行不？我哪地把帘子拉上，捂住自己红透了的脸。宿舍里只能听到周野发出的闷笑声，仿佛震荡在耳边。圣诞节当天，周野生拉硬拽地带我出来约会。约会地点郊外的一个温泉会馆。我刚换完衣服，就见热气升腾的温泉里，周野围着毛巾，大喇喇的坐在水里，单手拿着手机在看。听到声响看过来，随后眼睛一亮，就往我这边走，手往我面前一伸。公主殿下，快扶住我，别摔着了，
语气活像是电视剧里的炮灰身边的狗腿子。瞪了他一眼，乖乖扶住。谁知道最后一个小台阶，他直接一拽我，我脚下不稳，摔进了他的怀里，脸贴在他的胸肌上。他托起我的腿，缠在他腰上，托起我和他一样高，这样轻轻就不会脖子痛了。他认真的说着好笑的话，然后手贴着我的腰吻了上来。水波流动，夜色翻涌，天上的北极星与我们遥遥相望，羞得躲在云后。长夜无眠，零碎的想起撩人的只言片语，最后化作白雾，散了满天星。